蛋炒饭，25。我可以进去吗？不可以。幸好我提前得到消息，这菠萝台策划的整人节目，制片人没有一个有节操的。太歹毒了，竟然使用美人计！他们去哪儿找的这个类型啊？完全就是为了消灭我而设计的嘛！哼，不过想要整我呀，你们还差100年呢。海贼王挺好看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我说了不可以进来的。听到了吗？你是刚才那个人的双胞胎兄弟啊？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进来吗？不可以。那我不是。我们家门口那家咖啡还不错，我去给你买一杯啊。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你觉得你能跑掉吗？倒霉的小姐，你是那具休眠体？这位小姐，虽然是你救了我，但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救你。这对于我们2个未必是好事。哎呦，我的娘老子，出车祸了！哎，那姑娘还活着吗？还活着，不过马上要死了。报警了吗？哎呦，先报警，先报警！哎呀，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死了，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活呀？哎，110吗？哎，对。哎，你个畜生你！你放开那姑娘！你现在的心跳已经超过120了，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会飞吗？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当我吃了恶魔果实，那就等你当上海贼王了再来找我。那就来不及了。你能帮我吗？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可我们家住了很多人，没地方住的。这里除了你，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只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找到我要找的人就走，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作为回报，在借住期间，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安全？
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够倒霉的。我可不想你莫名其妙的被车撞死，又或者半夜无聊掉进下水道，摔死什么的。我是因为你的血才苏醒的，你若出事，说不定我也会有麻烦。好，住在这里可以，没问题，江湖救急嘛。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坦诚的来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彼此内心的真正诉求，还有生活习惯以及基本的背景情况。说人话。你是什么物种？从哪里来？400多年前我是正常人类，后来发生了一些怪事，于是我就变得不老不死。几百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没想到前些天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端粒和端粒酶的。或许我长生的秘密就在其中。人类衰老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简单的说，我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基因突变。你相信会有人不老不死吗？哦，惨了惨了，原来是精神科住院的病友。上回把我从下水道里救出来的神经病也是你，对不对？救命啊！我这是召唤出来的什么鬼东西啊？您吃什么呀？我比较喜欢人类正常饮食中的液体。比如说这个，你最喜欢的奶茶。您确定？现代人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你刚说是我的血把你救活的，那你是不是该喊我妈妈？如果说你没有献过血的话，至少也见过吧？没有知识也得有常识吧？哎，那你刚才还说后来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哎，停！千万不要说，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你住这一间，平时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去我的房间。好啊，再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最好是苹果的。你在博物馆里面躺了那么久，这才苏醒1个多月，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1个月已经足够我学会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了。从旧报纸上得到这100年的发展信息，说不定比你这28年学到的还要多。是，您是不老的妖怪，我当然不能比了。不过，你妈有没有教你不可以随便透露女人年龄啊？第一，我是人类，只是有些特殊。第二，我的母亲大人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了。说的怪吓人的。对了，你可是研究中心花了大价钱租借回来的休眠体，而你明明是自己苏醒跑了，有2个蠢蛋还以为你是被偷了，在到处找你。你刚才说的那2个蠢货，是你的第6任和第7任，对不对？真是个八婆的妖怪，这都知道。
难道我已经红到你们妖怪界啦？我说了，我是人。你这样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掉，真的很不地道哎！哎，叶人渣这次真是损失惨重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血让我活过来的？你就当是迟来的分手费，是这么说吧？谁的分手费会自己长腿跑到别人家来？你的。自辩。哦，对了，我知道你神出鬼没的，不过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头，或者突然从路灯下消失，我会被你吓死的。怎么办？对了，在线求助。有了，阳光，但他好像不是怕阳光的那一挂。妖怪最怕的是Round 1。田小姐，你是谁？请问这里是田小姐家没错吧？请问你是谁？我叫冯栋栋，我是田小姐的助理，冰冻的冻，因为我妈生我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雪。钥匙门口站着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你让他进来，他是我助理。进来吧。田小姐，你昨晚没睡好吗？
折腾了一晚上。一晚上，不愧是田小姐，能找到这样身材好又帅的猛男。诶，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知道的，我们家表兄弟加起来有18个，他就是18罗汉之一。你不用管他，他过2天就走。表兄弟，你是不是这两天论坛上热议的那个图书馆男神？还真是。哎，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你也想进娱乐圈你？不能删掉。不能。用我无敌的黑客技术，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原图还在网友手上，他们还可以再发。你是黑客？一点点了。不过如果表兄弟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东东都可以随时候命的。谢谢。冯东东，别搞错了你的主子啊！田小姐，今天上午10点是角色的拍摄，下午4点是传说中屋子的试镜。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导演说了，非你不可啊！好没挑战啊！你也没演技啊！真的好帅呢！哎呀，这是哪里的图书馆？求剧透，求组团偶遇。老公，想你，么么哒。你知道吗？网络传播的速度还真是恐怖。时间已经不再是我的优势。为了身份不被曝光，我必须加快脚步，找到仇人，找回记忆。你是不是想问我查的怎么样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仇人现在好像已经知道我苏醒了，在暗中秘密地监视我的行动。等一下，我要去见一个人碰碰运气。至于好消息呢，我顺利住进了那个女人的家里，虽然她好像并不怎么欢迎我。不要回来！你走开！不要杀我！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回来！救命！不要杀我！救命啊！不要杀我！导演，刚才我演的怎么样呀？挺好的，挺好的，回家等通知。啊，真的，谢谢导演啊，辛苦了，谢谢导演，拜拜。下一个转调，下一个。
田小姐，事情怎么样？你受伤了？假血。不过冯助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非我莫属的女2号，导演喊了100多个人来试镜啊？嗯？满了？啊，最好的品种。不过田小姐，你买这个干什么呀？榨汁。神奇宝贝，我回来啦！今天有没有乖啊？那好，你的晚餐。你的晚餐。你出去啦？我去见了一个故人。对不起啊。没关系。可看他反应不像是那个人。什么叫看反应啊？如果一个人看到了100年前被杀的人出现在眼前，那一瞬间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你的故人，你自己不认识吗？而且你的故人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说的自己好像偶像剧女1号似的，总在关键时刻失忆。真失忆了？只是一点点。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点点？大概10年、20年的样子。停！关于你的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多越麻烦。我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最好。同样的，我的事情你也……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看起来你真的很爱他。我爱他？切，那只眼睛看着我爱他了。这个，我跟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洗2份，一份他们家，一份我们家。不过还要谢谢你帮我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把它丢掉。我看照片感觉到，这个人也真的很爱你。他爱我？好吧，我承认，在我们的姐弟之爱发展成倒霉的情侣之爱之前，我们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稳定的惰性气体。而这种感情一旦变质，惰性气体也变成了易燃气体，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爆，把我们俩的感情轰得一点渣渣都不剩。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剩的话，干嘛还要生气？生气？我一点儿都不生气。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2只眼睛都看到了。垃圾，你来扔！
我到现在还爱他，是不是挺丢人的？你想不想飞？小云哥，小芝姐的住院档案拿来了。辛苦了。那个护士长啊，可真是厉害，就指着你笑啊笑啊，可是没有搜查证，一点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案。科长也真是的，一个搜查证都要搞这么清。小杨哥，有哪里不对劲吗？出血量不对，小直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如果不是小直的血，那这些血很可能是盗窃者的。有鱼仔，跟我去趟医院找这条裙子。好，我去开车。快！表兄弟，你要买相机啊？我可以帮忙推荐的。我叫薛灵桥。好的，大乔哥，以后大乔哥有什么需要动动帮忙的地方，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表兄弟，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图书馆等着他呢。这还仅仅只是几张照片的影响力。要是我们大乔哥真的进入了演艺圈，说不定比田小姐你还要红呢。冯东东，我告诉你，我可是凭借实力打败了100多个竞争者，才得到了传说中屋子的女2号。可是啊，我怎么听说，全都是因为张轩轩小姐向导演力荐你，你才有机会。再给我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弄不死你呢我！大乔哥，再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大乔哥救我！你好，你说那位收藏家去国外了？他多久回来？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好。我没钱借给你，千万别跟我借钱啊！拜拜。线粒体别名 Powerhouse， 细胞的发电厂。线粒体每次分裂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导致端粒缩短。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发电厂开始崩坏，直至完全失去了分裂的能力，人体也就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只要细胞分裂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但是，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可是癌细胞却是可以无限分裂的呀。很好的问题。癌细胞之所以可以无限分裂繁殖，是因为它们从正常细胞叛变为癌细胞时，带走了一个叫做端粒酶的帮凶。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使用是受限的，但是在癌细胞当中却能够修复因分裂变短的端粒。只要我们能够把端粒酶作用于正常细胞，把正常细胞变为永生细胞，那么人类抗衰老的问题就会得到质的突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比端粒酶更完美的修复酶，那么人类不老不死也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哟。
什么时候来的？当你讲到，只要细胞的分裂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的时候，那你的看法呢？我只希望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处在一个正常可控的范围，可以维持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只有出生率没有死亡率的人口恶性膨胀，就像地球的癌细胞。有趣的见解。不过，我研究的课题正是抗衰老和基因修复，把人类变成地球村上的癌细胞，就是我的梦想。言归正传，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案子的新进展。小哲的病历，看一下。出血量不对，这条裙子呢？是的。我发现出血量不对，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你的判断是对的，现场应该有第3个人。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还是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哎，你觉得哪种好？都不好。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女演员的表演艺术，好不好？你们演员入行没有门槛的吗？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我无法反驳，那是因为我的素养与谦虚。演戏谁不会啊？行。怎么样？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给惊呆了？你开心就好。什么态度？你这是？自恋狂！别关那个页面，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他高祖父家里面有一幅画，他说，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如果真是这样，那有可能，在100多年前，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所以我想联系到他，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或许能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到时候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你以为写剧本呢？这么巧？我又不是怪物，我怎么会知道怪物在想什么呢？怪物就在我们家呢。哎，徐妖怪，想采访你一下，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不老不死的呢？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妖怪，我跟你一样，我也……知道了，你是人嘛？哎，说800遍了，你气量真的很小哎。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知不知道？哎，赶紧回答问题，徐妖怪。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儿，但是为了艺术嘛，勉强可以牺牲一下啦。来吧，准备好了。老爷、夫人，神医请到了。来，神医。老爷、夫人，来这边请，快。快请，快请！神医请。犬子半月前上山打猎时被云豹咬伤，老农说伤口每日换药不沾水，静养即可。可犬子几日前突发高热，一直不退，这伤口开始变黑、腐烂。哎呀，这城中叫得上名号的郎中都请过了，可是犬子始终昏迷不醒，不见起色呀。您快给瞧瞧吧。
样啊？大人、夫人，请借一步说话。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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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姨请，请。请。薛大人啊，把其他郎中开的方子拿来我看看。好，小四，哎，快。都是止血消肿的方子，倒也没错。既然没错，为何犬子变成这样啊？人被疯犬所伤，毒液通过牙齿、口液传播，可患恐水症。云豹是捕猎高手，性情凶猛，他的毒液怕是比疯犬更加凶猛，也未可知。看令郎的情形，毒液已进入了肺腑。如果光割去腐肉，排挤脓液，也是光治标不治本，恕老朽浅薄。我从来没见过这等凶险的病症，恐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呀，神医都束手无策，看来犬子的命是真的保不住了。还请神医务必救犬子一命啊！笔墨。快！是。神医。这砒霜。乌头，这，我这个方子是剧毒之物，其药效凶险霸道，以毒攻毒，同时放血排毒、禁食，以参汤吊命。用不用，还请大人和夫人自己再做决断。这，哎呀，好吧，快去抓药。是，老爷，快。给老爷请安。哎呀，又放了这么多血，人怎么能撑得住啊？神医说前3日都放半陶罐，之后就是每3日1次。刚刚公子腹痛难忍，疼醒了1次，又疼昏了过去。哎呀，好，走。是。神医啊，血乃人体之根本，这样还能活吗？撑过这3日，命能保住，血总能补回来。大人放心，连公子命大福大，定能撑过这一关。好。这是怎么了？喝碗参汤试试啊！怎么样？
慢着，下去吧。薛公子吗？是啊。走，快走，快走！最近发生了何事？没啊，没什么事儿。他们不都爱嚼舌根吗？哎，公子，您不是要去茶楼吗？我们走。哎。他怎么没死啊？薛家公子啊，被豹子咬了以后又不好了，一点饭食都不进。 每日啊，还要放1海碗的血，喝2碗穿肠毒药，不是变成怪物，还能是什么呀？哎呀，前2日啊，将军府上大晚上去退亲，说来也邪了门了。公子，有什么吩咐？将军府来退亲了是吧？公子，您这是听谁说的？他们刚才说的你没听到吗？公子，您就别拿小的寻开心了。 隔那么老远，周边乱糟糟的，能听到什么呀？您听错了。我邻居家的外甥女在薛府做丫鬟，也是这么说的。哎呦，真是！薛兄，哎，你叫他做什么？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薛公子啊变成一个靠喝毒药过活的怪物，你怎么还敢招惹他？听说前几日将军府家的小姐刚退了薛家的婚，咱们哥几个之前个个都不如他。 如今正是咱们找回面子的时候了。哎，他怎么走了？哎，薛兄，乔儿，母亲，您怎么来了？娘就是觉得有点闷，想跟你聊聊天儿。儿子知道母亲要问什么，不过美人丫头送过来又拿走的饭食。 母亲不都亲自看过了吗？虽说普通的饭菜吃不下，但是儿子眼下只要喝着参汤还有菜汁，也可以好好的活着。婚退就退了，反正这也是一门没有见过面的娃娃亲。外面的人想说什么随他们说去。外面的人怎么说，娘都不在乎。娘就是让你快点好起来。 还是让沈姨再想想办法吧，啊！夫人，公子，沈姨来了。沈姨，快请坐。夫人好，公子好。沈姨，请坐。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呀？我感觉一切都好。这怎么叫一切都好呢？到现在吃不下饭食，你说这么大个个子，只喝些汤汤水水，这怎么成呢？是被那些汤药伤了胃肠，慢慢调理，急不得啊！我看看，哎呀，烧酒。这才3日，不可能啊！匕首，沈姨，不要怕。乔儿，这。怎么回乡去？能让咱们回乡也就罢了，上头的
被带走了，那就完了。不用担心，咱们就这一个儿子，说什么也要保住他。快，五开门都杀进去！等你们杀进去，怪物早就跑了。再过半个时辰，后门就没人守着了。到时候我带大家从后门悄悄进去。好，走，走，快！乔儿，这么晚了你。乔儿，你这是做什么？母亲大人，父亲大人，请听孩儿把话说完。如今孩儿身体异于常人，留在家中恐为家族留下祸端，后患无穷。怎么，你要走？唯有离开，父母才能过太平日子。我要寻遍名医，总不能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怪物，受人诟病。哪是什么怪物？娘懂你的意思，走吧，走吧。只要你好好活着，娘就无所求了。父亲、母亲大人，请你们恕孩儿不孝。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重逢。望孩儿好，保重身体。乔儿，乔儿，安心的走吧。这个是老祖宗留给娘的，现在替娘陪着你啊。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是药。就这些。真的，田小姐怎么可能会被人威胁勒索？她不勒索别人就不错了。那我们家呀，小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你听说过收入上了排行榜的女明星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啊？伯父，你对我凶也没用啊。田小姐对我也很抠门的，我每个月除了房租跟吃饭，都没剩下什么钱。就这么一点工资你都敢做，可见你对我们家小池图谋不轨。我这一点就看出你的人品，你的个性，糟糕死了。没有，怎么可能啊？这你还到了家里了，你还不说实话？你这……哎呀，行了，你已经把小池的8个助理都给吓跑了，还不够啊？洞洞，伯母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诚实又靠谱的孩子。别怪伯父啊，可怜我们天下父母心。我们从小就想把小池培养成个名媛淑女，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培养。我们希望她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钢琴家或者画家，然后嫁给身家只有几亿的老公，过上那种普普通通的平凡人的日子。可是我们管不了他呀，他还是要去做那个抛头露脸的艺人。所以今天伯母请你来家里，是希望你能帮我，啊不，是以一个母亲的名义求你，今后小池的一举一动，他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都告诉我们好吗？不行的，伯母，田小姐知道会扒了我的皮的。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一定不行？一定不行。真的不行？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最近都没有打电话给我看八字，怎么放弃了？也是，像你这种超级倒霉体质，大概只能养一只不会死的妖怪在家才安全吧。好，换下一场。下一场，张轩小姐。我先过去了啊。血妖怪算不算啊？小直，李教授，好久不见了，刚下班经过，看你在这边。我听叶琛说你恢复得很好。是啊，这什么事儿都没了。啊，那些等着看我毁容的人都气得半死。哎，对了，安妮现在有10岁了吧？当初我跟叶琛分手的时候，她气着哭着都不肯见我们。现在应该长大气消了吧？我离婚2年了，安妮跟她妈妈去美国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没关系，是我对不起他们，只顾着工作，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对了，很多车祸之后都有后遗症，医院有时查不出来。你现在要是没事的话，不如跟我去一趟研究中心，抽个血，做个更详细的检查，就在学校旁边，很快。不用了，我没什么后遗症的。这后遗症刚开始症状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真的不用了，我真没什么后遗症。那边可能会拍到我，我先过去了。李教授回见。哎，小直，你说，我对女婿的要求那么低，那为什么小直每次都嫁不出去呀？哎呀，你也别过度悲观。我们家妹妹的桃花运不断，之前还交了7个男朋友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分手告终呢？以后啊，她再遇到合适的人，就不让她分手，绝对不让她分手。就像你一样，当年死皮赖脸的牢牢抓住我。老婆大人英明。所以说呀，你不要过度的保护她，只要有几亿家产的老公，让她过上普通的日子，就让她嫁。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场车祸是人为蓄意造成的。我需要你配合找到所有可能会对这具休眠体感兴趣的研究所或个人机构。这个我已经在整理了，晚上发到你的电子邮箱。好。喂，怎么了？洗手间在哪儿？在那边。哎，你没事吧？没事，上火而已。你先走吧。萱萱，啊，是张萱萱，萱草妹，萱萱，萱草妹，萱萱。
好意思让一下。好漂亮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叶老师好。谢谢。萱萱，帮我也签个名吧。不好意思，请让开，这是我的车。谢谢。张萱萱小姐，虽然你很漂亮，但是你也不能挡我车前面啊。叶琛，你下课了？这是你的学生们吗？他们超可爱的。你们好。哦，我和你们叶老师是好朋友，我们约了去吃饭。那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里，好吗？是啊，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艺人也是要隐私的哦。都会继续支持你的。多谢啊。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叶先生性骚扰的事情吧。做女人真是辛苦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聊一聊，张小姐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啊？以前你去拍摄场地接田径直收工的时候，我见过你。而且你劈腿的事情，人尽皆知。对了，你和我前女友不和，那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就有话可以聊了。我能理解你和她不和的原因。电视上看起来完全就是小仙女，既漂亮又可爱，像个芭比娃娃。但是私底下脾气和嘴巴真的很坏，竟然到处说我劈腿。警察叔叔，这里有变态！张小姐，过河拆桥不好吧？对手之所以能成为对手，那是因为旗鼓相当。你瞧不起我的对手，也就是瞧不起我。警察叔叔，他刚刚摸我腰，还摸了他的鞋跟。萱萱，你用鞋跟踢他。臭小子，你到底帮谁啊？小乖，你活这么久，给谁熬过粥啊？那就是没有啦。就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你从哪个星球上学的黑暗料理啊？啊？我看书上说，米、水、盐，小火煮1个小时，哪里不对？你到底放了多少盐？书上说少许，所以比米放的少了一些。哼！这个咸度完全可以把我储存起来，世世200年不化。连小叶那么笨的人都会。
记得把碗洗了。